来关注国际新闻。NBA 有关方面向央视记者证实，火箭总经理莫雷辞职，拉斐尔斯通将升职为新任总经理。北京时间10月16号，休斯顿火箭队官方宣布，总经理达瑞尔·莫雷辞职。据 ESPN 报道，在季后赛火箭1-4不敌湖人后，火箭总经理莫雷向球队老板费蒂尔塔提出了辞职，双方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过程。据悉，火箭计划将目前的球队篮球运营副总裁拉斐尔斯通升职为新任总经理。目前，莫雷本人已发表声明证实了辞职的消息，称他的辞职决定从11月1号起生效。一点资讯，官方报告，红星新闻消息，被留置前，王明忠任站长仅19年，手中的麝香、穿山甲片、羚羊角等野生动物制品库存认定、销售审批权早已沦为其敛财寻租的工具。与一些中药材商人相识后，王明忠一次次向对方开口，买房差钱，装修房子要用钱，要买家具，屡屡得手数十万至上百万元。落马后，许多送过钱的商人，他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一位在案证人描述，为加快办理麝香经营利用许可，他用拉杆箱装了150万元现金送给王明忠。另一位中药商作证时直言，钱不给到位，审批就一直拖着，杳无音信；钱到位了，审批就能顺利下来。红星新闻记者近日独家获悉，王明忠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法院认定，王明忠收受多家药商等人的贿赂801.9万余元，另有4912.5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9159555例，现存确诊8888952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266770例，累计确诊39068119例，累计死亡1097065人。国内现存确诊451例，累计确诊91436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38892760例，现存确诊8888952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397911例，累计确诊38801349例，累计死亡1093547例。国内现存确诊448例，现存疑似5例，累计确诊91411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合规企业可以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内限定品类摆摊设点。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北京市交通委共6部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有关工作的意见，对在城市中摆摊设点行为做了明确。什么人可以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普通人能随便上街摆摊吗？对此，6部门联合发出的工作意见明确提出，以入驻商圈、特色消费街区、步行街区、商业综合体等区域的合法企业，可以按照政府划定区域，在本商圈、特色消费街区、步行街区、商业综合体自有用地范围合理规划的经营区域内，可开展餐饮等特色消费活动。其中，临时占用公共空间的企业应持有有效证照，落实企业经营主体责任，禁止转包转租，保障安全合规经营。餐饮企业不得在露天环境下从事食品加工制作、烧烤食品、制作饮料等行为，遵守市容环境卫生、生活垃圾管理规定，实行垃圾分类，无暴露垃圾、污迹等，务必做到人走场清，不产生影响周边居民的噪声、异味、光污染等。据环球网国际消息，
在被问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行动是否值得称赞时，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给出了这个回答。当地时间15日晚，特朗普和拜登分别举行了市民大会，与选民互动，回答他们的提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当天一位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提问说，这位共和党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诸多顺利，是否应该获得一些赞誉？对此，拜登直截了当地回答，一点点，但没有很多。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已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的位置。拜登解释说，美国优先让美国变得孤独。健康时间消息，2020年10月15日，广州市花都区对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检查，发现一例新冠无症状感染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初步判断与境外输入病例相关联。当晚，广州市花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6日中午，家住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度假区的王先生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今天早上整个芙蓉嶂度假村都被封了，进不去也出不来，周边的几个镇也都在检测核酸。王先生说，自己已经核酸检测完成，当地居民情绪稳定，没有恐慌，现在正在进行排查消毒。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新京报消息，据国家煤矿安监局官网消息，2020年9月27日，重庆能头屿新能源公司松枣煤矿井下2号大青角玉煤上山皮带着火，造成16人遇难，38人中毒受伤。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国务院安委会要求重庆市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支持配合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依法开展事故调查，严格按照实现要求提出处理意见。国家煤监局已派员赴现场进行指导督办，事故调查报告经重庆市安委会审查同意，以市安委会文件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程序结案，并向社会公布。北晚新视觉消息，当地时间15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的冲突仍在持续。据阿塞拜疆媒体15日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阿方抓获了一老一少2名亚美尼亚士兵，对其羞辱殴打后，在2人身上披上国旗后残忍射杀。一阵枪响过后，2人应声倒地。当地时间9月2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连日来的持续冲突造成双方均有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10日凌晨，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3国外交部长发表声明，称自2020年10月10日12时起宣布停火，但2国停火协议未能阻止战火的延续。据环球网国际消息，中新网10月16日电，据韩媒报道，15日，根据从大韩红十字会获得的献血人员新冠确诊名单，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议员金成柱表示，截至8月，2020年所有献血者中有42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另外，用他们的血液制成的血液成分制剂中有45件已出库用于输血使用。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消息，据韩联社15日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14日与美国防长埃斯珀共同主持第52届韩美安保会议，双方在会上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事宜进行讨论，但却出现立场差异。韩国希望2国尽快为移交作战指挥权营造条件，而美方认为完全满足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尚需一定时日。之后，原定于会后举行的韩美防长联合记者会被取消。韩国国防部表示，这不是因为韩美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直播8消息，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火箭总经理达雷尔·莫雷下课。火箭在半决赛遭湖人淘汰，莫雷向老板蒂尔曼菲尔蒂塔表达了辞职的想法，双方最终达成了离职协议，结束了莫雷长达13年的火箭管理层生涯。多位消息人士透露，莫雷不排除未来重返 NBA， 但他更有兴趣探索其他行业。莫雷也希望多花时间陪伴读大学的孩子。莫雷将在短时间内保留火箭顾问角色，帮助火箭完成寻找主教练工作。据观察者网消息，为宣传乱港行为而到处碰瓷的黄之锋，这回又炒作起谣言，恶意抹黑《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而此举又是他骗钱把戏的一环。
据香港《星岛日报》10月15日报道，黄之锋又在创作平台发文编造胡锡进安排孩子移民加拿大的谣言，还特地配上一张所谓的胡锡进与儿子及女儿在机场的自拍照。实际上，黄之锋在该网站上发布的内容也基本都是些荒谬的乱港理论，或是编造谣言污蔑香港及内地警察，鼓吹某些外国政客的涉港言论等，就连生活照也都被他当成收费内容发布。据海外网消息，10月15日电，据韩联社报道，10月13日，韩国检方回应朴槿惠狱中写信被举报一事，表示因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朴槿惠。今年3月，韩国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前，69岁的前总统朴槿惠在狱中发出致过敏书，号召在野党围绕未来统合党团结一致，避免分裂，结果被正义党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为由向检方举报。来关注网络监管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月15号发布消息，对2017年10月8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南都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中对使用真实身份注册及使用互联网账号多次提出要求。此前，中国锦鲤信小呆曾因为发布1元转让中国锦鲤活动再度引发关注。随后，活动合作方迅速被爆出盗用其他公司资质进行微博企业认证，其涉及的微博企业账号虚假认证灰产进入公众视野。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或冒用组织机构他人真实身份信息进行虚假注册的，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同时，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应当依法依约禁止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违规转让借用或者非法交易买卖公众账号。而对于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征求意见稿提到，不得有下列违法违规行为：不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或注册与自身真实身份信息不相符的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等；不得批量注册、囤积或非法交易买卖公众账号。陕西交通广播微信报道，近日，江苏南京一辆劳斯莱斯恶意别车6次被举报。10月13号，劳斯莱斯驾驶人孔某来到交警队接受调查。孔某称，其为赶时间占用应急车道，准备驶回行车道时未被让行，他应该让我觉得撞上去他赔不起。孔某一气之下连续别车6次。最终，孔某因寻衅滋事被刑拘15日，因占用应急车道被罚200元，记6分。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网10月16日电，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20年10月1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决定对视频处理设备及其组件和数字智能电视及其下游产品发起337调查。该调查由美国 DIVX 公司于9月10日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向 ITC 提出，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上述产品侵犯其专利权，请求 ITC 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中国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韩国三星、LG 集团及其部分关联公司等企业涉案。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美国太平洋舰队10月15日高调宣布了里根号航母重返南海的消息。台媒捕捉到这一信息后，立即进行了跟进炒作。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10月15日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称，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目前已经返回南海海域。美军发布的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活动的消息也迅速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关注，并进行了一番炒作报道。台湾中央社网站10月16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展示了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对任何突发事件都能快速反应。中央社还表示，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里根号航母战斗群通过防空、反潜、海上打击、兵力防护等演练，建立高规格的战备状态。国家卫健委通报，10月15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为上海11例、内蒙古5例、天津2例、江苏2例、广东2例、福建1例、重庆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55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40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截至10月15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53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0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790例。界面快讯消息，据江苏大学官方微博通报，10月12日17时3分左右，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从主 A 楼6楼卫生间坠楼。事发后，学校相关人员立即拨打120-110电话。17时18分左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抢救，经确认学生已无生命体征。警方调查结论为高空坠楼，排除他杀。此前，据楚天都市报报道，10月12日，江苏大学一21岁湖北籍大3学生袁某自学校 A1 栋教学楼6楼卫生间窗口跳楼身亡。袁某坠亡前在手机备忘录中留下2条信息，一条是不知道为啥搬宿舍能好好学习，另外一条是银行卡密码。有微博账号认证为江苏大学袁子健的父亲的网友发文称，10月12号下午，死者与母亲、学院书记、辅导员、班长等人接触时，没有任何人看出死者有轻生的表现。而死者坠楼后，校方将死者母亲带离学校，4小时后才告知孩子已坠楼身亡，死因成谜。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10月16日上午11点，青岛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此次青岛疫情的源头确定为大港公司2名工人，为聚集性疫情。钱江晚报消息，刘杰25岁，是家里的独女，从小被宠着长大。大学里又找到了王博这个男朋友，对她全方位关怀备至。同学们都羡慕她是个掉进蜜罐里的幸福女人。毕业1年，她长了15斤，肚子上游泳圈都出来了。细心的男友还通过学习总结出了一份减肥塑身餐单：早餐1片面包加1杯清哈或1份水果沙拉，中饭2个水煮蛋加1份蔬菜沙拉或1份水果沙拉，晚饭稍微吃点蔬菜或是不吃。肥没减下来，3个月前刘杰又新增了失眠的问题。不管多早上床，非得睁眼到半夜2、3点才能睡着，而早上7点务必得起来，每天都昏昏沉沉。浙江省中医院接诊的黄立全医生经过诊断找出病因，原来刘杰的睡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位细心的男朋友，他给他精心准备的减肥塑身餐吃坏了他的脾胃。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要想解决睡不好的问题，调整情绪的同时，还得调理脾胃，让你吃得好。医生建议吃饭得定时定量8分饱，饮食结构上6分荤菜4分蔬菜，每周吃20种以上的蔬菜，主食一定要吃。据界面新闻消息，湛江市公安局马庄分局微信消息，近日网传湛江市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发生一起学生跳楼事件。为回应广大网友关切，特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2020年10月10日20时43分，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马庄分局瑞云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广东省湛江市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发生一起学生跳楼事件。瑞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处置，经到场120医生现场确认该学生已无生命体征，经现场勘验、尸体鉴定检查、调查走访、调取现场视频监控录像，确认死者杨某，男14岁，学生，广东吴川市人，系跳楼自杀。台空军今日早公布消息称，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昨晚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随后，台湾切律媒体自由时报称，16日上午8时许，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该空域。就在刚刚，又有一架解放军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报道称，这是解放军军机20小时内第3度扰台。对于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海一事，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曾就海空兵力战备巡航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国孔子学院。当地时间15日，蓬佩奥再次宣称希望关闭美国所有的孔子学院，并执意抹黑了孔院一番。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15日公开的实录，蓬佩奥接受印第安纳州广播节目《早安新闻》做出了这番论调。他当天宣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接触到数万美国学生，所以需要将其关闭。我们要求每所高中、每所 K12 学校、每所大学评估他们校园内的孔子课堂和孔子学院，我们希望把它们全部关闭。蓬佩奥当天声称，对于那些代表中国共产党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也无法通过签证进入美国课堂。近日，一名美国男子托尼·格林分享了其举办家庭聚会致多名家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故事。格林称，他的这次家庭聚会共造成了14人感染，包括他岳父在内的2人死亡。格林表示，他现在非常后悔，并呼吁美国人做好新冠病毒预防措施。据了解，43岁的格林来自德克萨斯州，是美国新冠肺炎最肆虐的州之一。曾经，格林一直把新冠肺炎视作一个骗局，认为是媒体炒作的谎言。格林说：“我曾将新冠病毒称为诈骗案，我还取笑戴口罩的人。”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10月16日电，禁令后一位法官当地时间15日表示，在美政府就此前裁决进行上诉期间，他不大可能允许针对微信的禁令继续执行。法官指出，该禁令会侵犯数百万依赖该应用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综合彭博社等媒体15日报道，美国旧金山地方法院法官比尔勒在当天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司法部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提供的额外证据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依然认为相关禁令将侵犯数百万说中文、依赖该应用的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比尔勒还表示，在微信上发送消息的行为并不违法，这个平台上的活动不是非法活动。听证会上，比尔勒并没有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最终决定。